你穿越盗墓世界，逛遍了潘家园，没遇到一个书中所说的名人，无所事事的你穿行于各个大墓，西沙海底墓、七星鲁王宫、四姑娘山河古铜镜，你恐怖的身手很快在圈内传开了名声，但因为对墓里的东西分文不取，被道上的人尊称为青爷，而你对此浑然不知，甚至开始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穿错时空了。直到你接到了吴三省的电话，约定好3天后前往杭州的吴三居，你黑色冲锋衣，背着双刀站在门前，抬头看了看门牌，吴三居，虚幻小说竟然真的存在，有意思。你抬腿迈进来到中间的院子，就看到2个男子站在院子里争论着什么，一个天真纯洁，一个精致贵气。哥，你干嘛一脸不想活了的表情？精致的那个冲着面前天真的那个不解地问，还用问吗？这次下墓你跟着，要是少根汗毛，回来我和三叔就要跑路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二叔竟然同意了。嗨嗨，安安，下墓很危险的，你还小，还是回老房子吧。等哥回来，哥下去给你找好物件，好不好？吴邪赶紧调整表情，哄着面前的小祖宗，我不小已经19了，再说你还没我身手好。说起身手，吴邪就没话说了。确实，毕竟这小子从小就很有天赋，跟小花都难分胜负。就是这性子还有娃娃脸，总让人忽视他的身手。可你要是受伤了，我和三叔就要遭殃了。那人拍着吴邪肩膀，佯装老成说道：“放心吧，不会的，而且我爸都同意了，听说还找人负责保护我，你受伤了我也不会受伤的。”二人谈话时，丝毫没有注意到院子里进来了一个陌生人，靠在一旁静静听着二人谈话，也怪不得他们没发现。现在你的身手已经跟小哥不相上下，脚步声极轻，也只有小哥和瞎子能发现。那个看着天真纯洁的一定就是吴邪了，很容易分辨这个年岁小的是谁，管吴邪叫哥。安安，印象里没有这号人。俩人谈论时，你在一旁默默观察着他们。吴邪不愧他的名字，也只有这样的他才能融化张起灵那个冰山吧。看着感官不错，另一个娃娃脸，如果没听见他自己报年龄，还以为是未成年，皮肤白皙唇红齿白，声音也好听，不知道容不容易相处。就在两人叽叽喳喳说着的时候，又来了4人。你们2个臭小子干什么呢？没看见来人了吗？吴三省进门就看见这2个不省心的站那不知道做什么，还有一个陌生的帅气小伙在一旁。想必您就是青爷，没想到这么年轻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，这次就劳烦了。吴三省打听到，青爷最大的身份标志就是他背后的双刀，看这人的打扮便猜出你身份，边打量边走过来交谈。你点点头表示答应了。哈哈，看小兄弟年岁也不大，就称呼秦小兄弟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小哥潘子、大奎，这2个是我的2个侄子吴邪、吴明，这次就是拜托你照料一下吴明。吴邪2人听了三叔的话，也走上前打量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。吴明看着眼前清冷带着疏离感的人，暗叹这人长得真是过分，为啥自己就长了张娃娃脸？吴明冲着你抬手说道：“你好，我是吴明，你就是我的保镖。跟老爸说找个帅的也没说这么帅啊，行吧？好在不是之前的肌肉男大叔们。”你随即也抬手，2人手掌轻轻一碰就放下，好凉有点软。安安，吴明，你刚明明听见吴邪叫他安安，冷冽的声音脱口而出。吴明等了半天见人没有说话，以为这人话少，本不想多说，谁知听见他这么叫自己，你不准这么称呼我。话里明显带了几分怒气，随后转身快步离开。吴邪也尾随其后追了出去。秦小兄弟真是抱歉，这是我侄儿的乳名，平时就家里人这么称呼，等会我去跟他解释。吴三省赶紧跟你解释，其实是吴明有一次被一个和吴家有着商业联系的公司的小公子调戏，还叫着他乳名开黄腔，被吴明揍得出国了。从那以后，除了家人，他就不允许任何人叫他乳名。你只是点点头。日光看着吴明离开的方向出神，刚刚要是没看错，那小孩耳朵红了。随后视线转移到门口那个背着黑金古刀的人，张起灵，熟悉的黑色连帽卫衣，衣帽下露出清秀的五官，站在那默不作声。道米们称呼他为神明，很是贴切，周身的气质让人移不开眼睛。这时门外停下了2辆山地车、悍马越野车，我记得原著里是面包车吧，看样子是沾了小孩的光。好了，准备出发吧。吴三省看车和人都到齐了，说道。不一会吴邪、吴明也出来了，只是这次吴明直接无视了你。吴家3人跟大奎一车，潘子小哥你一车，就向七星鲁王宫出发了。车上吴邪和吴明坐在后面，吴明看没有外人，就忍不住询问他三叔：“三叔这个秦军很厉害吗？看着跟哥差不多大呀。”吴三省回头看了自家侄子一眼，随后说道：“不要小瞧他，身手保证在你之上。他是近些年在道上名声鹊起的，下了大小几10个墓了，不知师承何处。道上流传他可以与南虾北雅齐名，除了身手了得，最出名的是下墓分毫不取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为了什么，所以人称青爷。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他，听说想要联系他，纯看你能不能偶遇。这次要不是你爸斥巨资打听到他，我也请不到他。”吴明听后撇撇嘴，行吧，不过我更对他的双刀感兴趣，听说他下墓必带双刀，那双刀定是好物。吴三省点点头表示认同，他也很感兴趣。吴邪凑上前，眼睛亮亮的，这么厉害吗？三叔，南虾北雅是谁？对了，那个不说话的小哥厉害吗？看着也很年轻，我看见他背后也背着一把刀，他就是道上有名的北雅，南虾人称黑爷，等你见到再说。背后的那把刀名叫黑金古刀，还是我给他的报酬吧。哥，你怎么连南虾北雅都不知道？吴明一脸鄙视，你个臭小子，收起你的表情。吴邪抬手吓唬他，挺帅的小伙子，咋还是哑巴呢？我还是多照料着点。前方丛林茂盛，车已经开不进去了，只能徒步。已经半夜了，还有几10公里的路需要步行，背上行李出发，找个有水源的地方休整一下，明天一早出发。吴三省下车看着几人说道，坐了这么久的车腰酸背痛。吴明打着哈欠说着，是被累死我了，还有几10公里才到天呢。吴邪走到吴明边上，揉捏着肩膀。这时小哥和你从2人面前走过，身子依然坚挺，看不出一点疲惫。吴明本驼着的背立马挺起，装作没事的样子。你眼角的余光将吴明的小动作看得一清二楚，小孩还挺好面子。安安，你怎么了？吴邪一脸懵怀一
他中邪了。哥，在外面不要叫我乳名了，我好得很。无名瞬间炸毛，你个臭小子关心你呢，怎么说话呢？你们两个臭小子还不快跟上？磨磨唧唧的不想去了。远处传来吴三省的吼叫，旁边潘子在旁边劝他消消气。你看了看后面离了老远的俩人，又看了看吼完脸通红的吴三省，以前就一个家伙，现在两个，真怕吴三省气得背过去。保镖嘛，还是要适应一下这个身份，都忘了要保护这个小少爷。你想了想，转身去接俩人，吴邪是顺带的不归自己管。吴邪俩人听见三叔的咆哮，赶紧加快脚步，到底是经验少，加上天黑不熟悉路，无名一个不注意，悲催的脚崴了。安安怎么样？伤哪里了？快给哥看看严不严重？吴邪听见旁边的动静，一脸紧张的扶住无名。无名皱着好看的眉毛道：没事，走太急没看好路。突然一人窜到面前，蹲下轻抬起他的腿，拖鞋脱袜子一气呵成，脚崴了，还好没伤到骨头。你修长的双手握着小孩白皙的脚，细细查看受伤处，看见已经开始红肿的脚腕，也皱起眉头。微凉的手指在触碰到无名的脚时，你忍不住缩了缩脚，而你以为弄疼了，暗叹小孩娇气，手上的动作不由得更加小心。吴邪担心他弟，无名懊恼自己不小心。俩人没在意为什么你会突然冒出，而你后面的几人却清晰的看见，你听见声音的瞬间，立马掠过去，速度飞快。你个臭小子，让你快点又没让你飞，走那么快干什么？受伤了吧？吴三省喘着粗气，训着脸上却一脸担忧。只有潘子和吴邪知道，虽然很担心，但更多的是怕吴二白知道。你从怀里拿出一个精致小瓶子递给无名，疗伤的，倒出一粒吃了，等会就不疼了。因为刚刚的误会，你记住了，小孩怕疼。无名愣着没有接，反而看向三叔，而吴三省眼神毒辣，看出那药瓶就是价值不菲的古董，用他装的药一定也不会差，赶紧眼神示意无名接。小哥也看出来了，好奇的看了看这人，谢谢。无名倒出一粒，吃了下去，入口就滑，还是甜的，不错。你看他吃下了便放下心了，随后给无名穿好鞋，将背后的双刀拿在手上，将背包递给潘子，转身背对着他蹲下，上来。无名想着反正是老爸给钱了，就坦然的弯腰搂住你的脖颈，在无名的气息打在你耳侧时，你明显身体僵硬了一下，随后慢慢放松。嗨嗨，那就麻烦秦小兄弟了。吴三省暗叹自家侄子脸大，但对这个保镖更满意了。好了，出发吧，加快速度。小哥麻烦你照料下吴邪。小哥点点头，吴邪立刻凑到小哥旁边，一会看一下，一会看一下，犹豫着要不要开口。你背着无名跟在后面，走着走着，察觉到耳后呼吸声渐渐平稳，脚下的步伐越发平稳，看着前面的两人，一个问个不停，一个默不作声。终于默不作声的那个开口了。吴邪安静。吴邪听见北雅开口说话了，愣在了原地，反应过来，追上前震惊道：你能说话？小哥一脸不然呢。吴邪也意识到自己误会了，低骂道：三叔你这个坑货。走了10公里左右，终于找了水源，在一处平坦的地方安营扎寨，其实就是点个火堆。正在你犹豫着要不要叫醒身后的人时，吴三省也注意到无名在人身后睡着了。臭小子，赶紧下来吃点东西再睡，让你别来飞跟来，累着了吧？被人背着还能睡着？转头对你说道：秦小兄弟真是辛苦你了，没事，你觉得只是拿钱办事而已，应该的，况且小孩也不重。三叔我困。无名迷迷瞪瞪要下来，你顺势轻轻放下，脚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吴三省看自家侄子乖巧的样子，瞬间心软。无名清醒过来，转转脚腕，不疼了，那就好，看来是秦小兄弟给的药好，这么快就好了。无名脚别乱动，再养养，明天还有很远的路。你看着某人好了伤疤忘了痛，诅咒某人想要蹦跶蹦跶的意图，听秦小兄弟的，消停点。吴三省听到你的话立刻附和。吴邪收拾好营地，看见三人还站着聊个没完，冲他们喊道：三叔安安还有秦小哥，别聊了，快过来吃点东西，哥有啥好吃的？我好饿想吃肉。慢点，没有肉只有泡面，将就下好吧。你从潘子那拿回包，坐在无名旁边，看见小孩生无可恋的样子，起身走向森林深处，不一会儿你就回来了，手上拾着什么东西走到无名面前，吃不下就别吃了。无名抬头便看见一只肥兔子，暗淡的双眸瞬间亮起，兔子等会吃肉。看见小孩又鲜活起来，你觉得自己这个保镖真称职。随后走向小溪，利落的收拾好兔子，插在树枝上，在火堆上烤。秦小兄弟，我来烤吧，你先休息。潘子上前说道：不用，你盯着兔肉，适时翻面。很快烤肉的香味散发出来，众人的目光也落在兔肉上，只见你从包里拿出各种调料，均匀撒在肉上，香味更是上了一层，秦觉好香啊，我都快流口水了，什么时候能吃？无名快步上前坐到火堆旁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快了再烤3分钟忍一下。你看着无名小馋猫的模样，嘴角不由得上扬。旁边的大奎忍不住低声询问吴三省：三爷您这花了多少钱雇的？青爷这都快赶上保姆了，可就当上正常价呀。可能秦小兄弟人好吧。吴三省也很疑惑，没听说青爷这么好相处啊。好了，你将兔腿撕开递给无名，谢谢，好好吃。无名接过去就咬了一大口，小心点，你也吃啊，我吃个腿就差不多了。无名看你没有吃说道：我不饿，你慢慢吃。随后把剩下的交给潘子，让他给大伙分一下。秦小哥你这烤肉的手艺真不错，太好吃了。吴邪边吃边口齿不清的赞叹道：是啊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就连小哥也快速吃着，偶尔点头。你看无名吃完了又给了他一个苹果解腻，又给小哥和吴邪一人一个苹果，说了同样的话，你没有给其他人，给无名是因为他是你的保镖，照料他是应该的，给小哥和吴邪是因为嫩牛五方，其他人和自己无关。分完苹果回来时，就听见无名嘴里嚼着苹果，口齿不清的低声说了一句：还是最喜欢吃车厘子。小孩还挑食，来到无名身边坐下，从怀里拿出你第一次下墓时得到的那个绿色宝石项链，递给了他。上次的事抱歉，我并不知情，这是赔礼。无名开口回应道：你不说我早忘了，不过现在想起来了。随后无名觉得你这人是不是有点好欺负，忍不住想逗逗你，随后一脸坏笑的开口：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背上的双刀啊？你没想到小孩提的请求竟然是这个，说实在的还没有其他人碰过你的刀。吴三省在不远处竖着耳朵，听见自家侄子这不要脸的话，感觉有点对不起你，不行就算了，我也没那么想看，想我吴家小二爷什么。无名看你不出声，赶紧给自己找台阶下，
可以，你看他误会了。立马打断他的话，利落的从背后拿下柳叶双刀递给他，这可是你自愿给我看的呀，我可没强迫你。无名一脸兴奋的拿起刀，嘴上却说着我才没有想看的话，自愿的。无名将刀从刀鞘中抽出，表面光滑泛着青光，刀背印着精美的纹路。他有名字吗？柳叶青。无名把刀还给你。对了，这条项链呢？木之源。这个名字还是当初你得到这个项链后，系统告诉你的。项链上的绿宝石蕴含木神之力，与毕方同源，具有治愈能力，长期佩戴能滋养身体，小孩容易受伤正合适。木之源吗？无名看着项链上镶嵌的绿宝石，喃喃自语：我来守夜。你转身冲吴三省说道：那就辛苦秦小兄弟了，后半夜让潘子大魁守。不用。这两字虽然是回答吴三省，但却是冲着小哥说的。说完，跃到一棵树上坐下，眺望远方。相对地上，你更喜欢在树上休息，可能是毕方鸟血脉的原因，树上更有安全感。小哥看了你一眼，便明白了你的意思，随后躺下休息。吴三省也看出你这人说一不二，就不再劝了。无名的眼神落在树上昏暗的身影，思索着你是个怎样的人呢？次日，无名醒来，发现除了他都醒了。吴邪正在收拾东西。哥，你怎么不叫我？看你睡得熟就没叫你，醒了就快去洗漱。看着无名略蓬松的头发以及奶乎乎的样子，吴邪语气放软，突然看见自家弟弟脖子上多了一个东西，这项链哪来的？一看就是个宝贝，快给哥看看。别人给的，不给看。无名原本还困意十足，瞬间精神起来，开始护食。说完就跑去洗漱。这个项链他喜欢的要命，昨天入睡前就戴上了，生怕吴邪打他的主意。毕竟有前科，谁都知道吴家有两个侄子，一个富养，一个穷养。小三爷，三爷说让你俩快点收拾，一会就出发。大奎走到吴邪旁边，行，知道了。说完看大奎不停的在身上挠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被蚊子咬的，这林子里的蚊子都快吃人了。小三爷你没被咬啊？蚊子我没被咬啊，可能是我不招蚊子吧。吴邪也意识到了问题，无名也没被咬，因为你送给他脖子上的项链。几人收拾完就出发了。无名的早餐吃了什么？当然是由全职保镖提供的牛奶加面包。走了许久，终于到了原文中鸡师弟所在的那条河。河边一个老汉抽着老式烟斗，不时四处张望，看见他们一伙人的身影，立刻起身笑脸相迎。旁边趴着的狗也跑来，几位老板你们来了，老爷子船呢？总不能骑着狗过去吧？老汉大笑，这狗是用来报信的，狗会把船主人带过来。转头又说道，这船工还要等会才能来，现在还不到开工的时候，几位爷先歇歇脚。没别的船工吗？吴三省看了看表，老汉笑着解释，就这一家，山神也只卖他面子，其他人进不去。没有别的路吗？山路要1天才能到地，水路几个小时就能到，而且山路也不好走，那就等会船吧。老爷子，这狗有名字吗？吴邪看着那狗问道。他叫驴蛋蛋。驴蛋蛋，吴邪叫了一声，那狗狗也听话的跑过去。吴邪蹲下，本想抱一抱它，凑近了瞬间闻见了一股怪味。天哪，这什么味啊？吴三省本想过去嘲笑自家侄子，但也闻到了那股味道，瞬间脸色变得难看，叫来潘子文。潘子闻了一下，脸色一变，这是尸臭。吴三省皱着眉小声说道，去告诉他们小心点，提防点那老头。过了一会儿，驴蛋蛋从远处游了回来，老汉深深吸了口烟，走船来了。吴邪、无名加上小哥和你4人坐在了后面那个船上，吴三省3人坐在前面，船夫在窗后面撑着船，很快就看到一个水洞。这时船夫发出沙哑难听的声音，进去后不要大声说话，不要看水里。你听到这话，冷漠地看向那面色灰白的船夫。无名。清朗的声音传入无名的耳朵，怎么了？无名看着前面的你，好奇地问。你转身面对无名，直视他的双眼，我独来独往惯了，如果因为我的疏忽你处于危险中，记得叫我名字，我会尽快赶到。无名被这认真的话弄得一愣一愣，确认无名记下后，你转身继续看着前方。后面的吴邪也听到了，心里咆哮啊，什么神仙保镖，为什么我没有？不过如果我有危险，小哥会不会救我？船进入水洞里，视线慢慢昏暗，几人只能打开手电。三爷，这是不是个盗洞啊？潘子看着头顶小声询问。确实是，古元近方，看着有些年份了。吴三省点点头，几人便小声谈论着。吴邪正想加入时，小哥的声音传出，听有声音，低沉富有磁性的声音，瞬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。几人静下来去听，稀稀疏疏的声音从深处传来，几人毛骨悚然。就在这时，你突然将匕首指向前方，那船夫本想向上攀爬的身形瞬间跌倒，发出惨叫，又一声惨叫从你身后传来，原来是那老汉也要逃跑，被小哥一刀砍下来。吴三省转头便看见这一幕，便明白那老汉和船夫正要跑路，看来这俩人干的是害人的勾当。几位爷饶命啊！那老头抱着受伤的腿求饶道，快说前面有什么？潘子拎着那船夫狠狠地说，前面有很多尸体，还有吃人的虫子。吴三省听后脸色大变，此时那窸窸窣窣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拿上家伙多小心点，前面应该就是鸡师弟了。突然一阵铃铛声传来，几人神色变得呆滞。小哥，你喊了一声小哥，看无名也中招了，立马咬破手指点在他额头上，随后去帮小哥。小哥立马将吴邪踹下船，又跃到吴三省内将他们也踹了下去。你将船夫俩人踢了下去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下水后几人瞬间清醒，朝船游过来。大潘突然被一个黑影咬住肩膀，发出惨叫，旁边几人也看清了黑影的样子。吴三省立刻大喊，快上船！是尸鳖！越来越多的尸鳖游到他们周围，几人边躲避边奋力游着。潘子忍着剧痛将黑影扯下扔了出去，却不想正好迎面砸向吴邪。吴邪吓得动弹不得。这时小哥踩着船沿借力跃到吴邪那里，一把将他扔到了船上，随后又把吓傻了的大奎扔了上去。潘子看吴邪没事也赶紧上了船。吴三省早在无名的帮助下上了船。小哥听见那铃铛声没了，便回到了船上。船上你湿淋淋的将一个巴掌大的尸鳖身体里抽出他的神经，将他肚子抛开，拿出了一个青铜铃铛，这就是这个铃铛的声音。吴三省问向你点点头。吴邪看小哥回来了，立马凑上前，小哥你没事吧？小哥摇了摇头表示没事，知道若是不回答吴邪都有可能上手自己查看。小哥刚才真是太谢谢了。小哥点了点头，坐下休息。刚刚在铃铛的干扰下救人有点费神，小三爷幸亏你没事。潘子过来一脸后怕看着吴邪，没事你快处理下伤口。吴邪看着潘子肩膀还在冒血的伤口，
潘子，你伤口还流着血呢。吴明一脸担忧看着他的伤口，这时你过来递给吴明一瓶药，止血的。我这还有你给的疗伤药呢，能给潘子吃吗？毕竟是你的东西。吴明还是询问了一下，给你了，你决定不用问我。潘子，快吃了你的药好。吴明也没客气，转头喂给潘子。潘子知道是你心善，还是冲你道了声谢。吃下后不一会血就止住，吴邪这才放心过去看那个铃铛。吴三省正在训斥大奎胆小，大奎在被扔上来后就一直心神不宁，这青铜铃应该是老物件。吴邪开始发挥自己的特长，讲解完后开始问自己的疑问。三叔，我有一点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个铃铛在尸鳖身体里能自己响？就在三叔思考时，一旁的大奎突然起身将铃铛踩碎，边踩边喊：我才不怕这畜生！只见铃铛被踩碎，从里面爬出来一只蜈蚣，你甩出匕首将他钉死在船上。大奎，你干什么？吴三省拉开大奎，甩了他一巴掌，才让他安静下来。三叔，大奎这是怎么了？吴邪被这突发的一幕吓了一跳，早知道这小子胆子这么小，就不带他来了。吴三省气得脸都抖了。几人看向那只蜈蚣，吴三省露出恍然大悟的样子，原来是共生系统。看吴邪一脸求知，正要讲解，快划船！已听见洞深处传来的动静，将吴明护在身后拔出双刀。同一时间，小哥也突然起身，拔出黑金骨刀，盯着前方。吴三省看俩人反应，就知晓有东西过来了。几人拿起手边的工具，快速划船。很快，几人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大量尸鳖黑压压的游过来，临近从水里跃出来袭击几人，船也因此剧烈晃荡。小哥不停地挥舞着刀，一刀将尸鳖砍成两半，时不时抬脚踹飞几个。你也飞快地挥舞着双刀，但就在吴明的四周移动。吴明也一脸严肃，拿出三叔给准备的短刀，刺向飞来的尸鳖。尸鳖源源不断，几人的体力逐渐下降。三叔怎么办？杀不完了。吴邪用兵工铲拍死一只后，急切地说道。吴三省还没想出办法，小哥一刀划伤手臂，将血流进河里。只见聚集的尸鳖瞬间四散，你没来得及阻止，便看见这一幕。原本你正在强制唤醒系统，询问有没有办法，还没下幕，系统在沉睡，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不得那牛五方受伤。小哥听见张麒麟这个名字，瞬间看向你，这个名字好熟悉，你认识我？你将止血丹、养血丹、疗伤丹扔给吴邪，冲着小哥说道：吃了，我有办法。吴邪立马来到小哥面前，一锅脑的喂给他。此时小哥还在思索那个名字，所以很听话的吃了。只见你将刚刚从系统那得来的药水往水里倒了一滴，原本因为小哥血变淡，慢慢聚上来的尸鳖飞快的逃到岸边，没来得及逃的纷纷翻了肚皮。吴三省几人被这惊人的一幕震惊，你这是什么？吴明凑到你旁边问道。一种药水专克尸鳖，好神奇，多谢顾小兄弟和小哥，要不是你们这趟怕是不顺利了。吴三省说道。没事，快出去吧。几人怕还有意外，就加快划船速度，快速前进。一个转角过后，前方出现许多幽火，好似黑夜里的星光。基师地到了，吴三省举着手电观察着。吴邪张着嘴低声惊叹，天呐，这是有多少尸体，都堆成山了。河道两边全是人骨。几人动作放轻，生怕惊扰着什么。船距离基师地越来越近，你拿着手电绷紧神经。原文中你记得这里会出现一种生物鬼，属于尸体的魂魄被困于此地上千年，想借助阳气离开这洞。吴邪眼尖一下子就发现了岩壁上的水晶棺，你们快看，怎么没有尸体？潘子拿着手电不解地问。正在几人疑惑的时候，大奎满脸惊恐地向后看去，鬼啊！顺着他的目光，就看见一个身白衣披散着长发的女子背对着几人，脚下悬浮，在周围灵火的照应下异常恐怖。潘子慢慢拿出包里的黑驴蹄子，女子被声音吸引，慢慢转头，脸色阴白，眼圈发黑，嘴唇惨白。他感受到阳气，看着众人嘴角慢慢裂开，裂到耳边，突然将视线聚焦在吴邪身上，下一秒出现在吴邪面前，与他的距离只有1指。吴邪受到近距离的暴击，整个人明显不好。就在小哥要有所动作时，你先一步出声阻止了他，右手抽出白劈，左手轻握刀刃，利落的划开掌心朝女子一甩，血液飞溅到身上，瞬间腐蚀。女子顿时发出刺耳的尖叫，远离众人。你随即凝聚一滴精血甩在女子额头上，女子抱头跪下身，片刻后灰飞烟灭。你也因丢失精血的原因，脸色苍白，蹲下身微微喘息。吴明在你身旁蹲下身扶着你坐下，包扎伤口，满脸担忧。秦觉你怎么样？你的脸色很不好，快把药吃了。你吃下送到嘴边的药，语气有点虚弱回道。众人听见这话，赶紧加快划船速度，接下来的路就很顺利，很快就出了水洞，视线明亮，众人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，大脑开始活跃起来。小哥，刚刚那个是粽子吗？吴邪说道。鬼不是粽子。小哥看他还是不解，又继续说道。鬼是尸体的魂魄，那女子想借助你身上的阳气出动，怪不得她是飘着的。旁边几人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东西，感慨世界之大无奇不有。船尾的吴明一脸不爽，内心烦躁，还有不知名的怒火，太弱小了，还以为自己已经够强了，没想到什么也帮不了。还有你这货大傻子一个，你被吴明强制的靠在了他身上休息，前面有个村落，去落个脚，这里离墓地很近了，明天再出发。吴三省放下望远镜，转身对着众人说道。潘子调转船头，稳稳的靠在岸边，慢点。吴明扶着你下了船，一众人向村落出发。到达村落后，你们看见一个穿着有民族特色麻衣的小男孩，背着篮子，手里拿着镰刀，正在割着草。小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巴勒。巴勒你好，我们是生物学工作者，走了半天了，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休息的地方。吴三省弯下身递给巴勒一块糖，我家就能。巴勒撕开糖纸，把糖放进嘴里。那太好了，能不能带我们过去？我还要割牛草，我们帮你割完，你带我们去。那就谢谢叔叔了。巴勒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，放下镰刀和背篓，就跑到边上玩起了弹弓。这小屁还怪机灵的。潘子笑骂着拿起地上的镰刀开始割草，几分钟不到就割完了。巴勒明显不开心了，还想能多玩会呢。你们来到一家院子，跟农家乐很像，跟老板说明来意后就入住了。因为地处偏僻，只是偶尔来几个人，所以楼上只有3间屋子。吴三省随即拍板做出决定，吴邪和小哥吴明和你，剩下的3人一间。几人没有意见，吴明率先扶着你进了一间，屋内只有1张床1套桌椅，好在配有洗浴的地方。吴明看你身上脏乱，犹豫道，你要不要我给你擦？不用，我自己注意点就好。你直起身子便脱下外衣，外衣下是个白色的背心，被紧实的肌肉撑
撑起，宽厚的肩膀，纤细的腰身形成完美的倒三角。吴明眼睛直直的盯着，脑子有点空白，利落的脱下背心，露出8块腹肌。吴明实名羡慕着，在扶你胳膊的时候，就感受到了手掌下强有力的肌肉，只是没想到脱下衣服这么吸引。再看到你手放到腰带上，吴明终于回过神，红着脸转身出去。我出去给你拿饭。关上门后又冲里面喊道：“你小心点手。”脚步声越来越远，你张嘴话还没说出口，小孩这是怎么了？看了看受伤的掌心，感受了一下还有点虚弱的身体，以后还是少用精血吧。好在这次小哥没有晕倒。你脱下裤子进入浴室，将脏衣服堆在一旁，不打算穿了，反正空间里带了好多。另一边吴明下来后，看到正要吃饭的几人，吴三省正在骂着清醒过来的大奎：“小二爷你来的正好，刚要上去叫你们了。”潘子看见吴明起身招呼他：“老板多做几个菜。”冲潘子点点头。吴明来到老板身边说道：“有鸡汤吗？正好今天炖了一只老母鸡，马上就好。”吴明没看见小哥，但他感觉这俩人有些地方还挺像。你好像认识小哥。安安来了，请小哥怎么样了？吴三省瞪了一眼大奎，转头问吴明：“正在休息，等会我直接给拿上去。我们先吃吧。”吴明拿起碗快速划拉着饭，头也不抬的说着。看吴明和吴邪急着上去送饭，几人也就没聊天，专心干饭。在老板端上俩人要的菜后，俩人默契的放下筷子上了楼。小哥吃饭了，吴邪推门而入，洗漱完的小哥光着上身，缠绕的纱布散开，一道长长的伤口在白皙的胳膊上异常狰狞，好在已经开始凝结，我帮你包扎，你先吃饭，一会饭凉了。吴邪放下托盘细细包扎伤口，小哥安静的吃饭，好了，动作小心点，别扯开伤口。小哥看了看胳膊上的蝴蝶结，抬起眸子看着吴邪说道。另一边吴明进去，就看见你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，穿着深蓝色的睡衣，到肩的头发随意披散，湿漉漉的还有水滴滑落，怎么不擦干头发？想感冒吗？忘了，你回头快吃饭。将饭端到你面前，拿起放在一旁，手巾擦起你的头发。小爷还是第一次伺候别人，我是看在你手不方便的份上才帮你的。典型的心口不一，你因着近距离接触而僵硬的身子，在听见头顶那喋喋不休的话后，放松下来吃起面前的饭菜。小孩还挺可爱。三叔更年期了，夕阳下窗下俩人的影子紧紧贴近，温馨的氛围带走微凉的晚风。村里没有通电，还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。累了一天，几人都打算早早睡下。擦好了，我去洗澡。吴明放下手机，从包里翻找出换洗的衣服。等下我多带了一套睡衣，你从包里拿出一套睡衣，与你身上穿的一样。标签还没摘，递给吴明。谢了，还是穿睡衣睡觉舒服。我去洗澡了。吴明也没跟你客气，都帮你擦头发了，穿一下你的睡衣怎么了？另一边的小哥和吴邪正在床上大眼瞪小眼。小哥你放心，我睡觉很老实的。小哥挣扎了一下，点点头。我出去一下。小哥起身出门，敲响隔壁的门。一听见敲门声，起身打开门，便看见小哥站在门口。小哥看你脸色好了很多，便说道：“聊聊。”你一点也不惊讶，早就知道小哥会来找自己，点了点头，顺手关上门。俩人来到一处无人的角落，望着小哥询问的眼神。你侧身胳膊放在围栏上，看向远方，率先开口：“张启林是你的名字，你是张家的现任族长，九门的领头人。只是现在张家没落了，九门也不是从前的九门。”你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应该知道长生者，你就是长生者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你都会失去记忆，这是长生的后遗症。”在小哥要问什么的时候，你打断了他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找记忆，但是我还不确定能不能告诉你。抱歉。偏头看着小哥，思绪流转。对不起，身为外来者，我不知道会不会产生蝴蝶效应，更不知道会不会害了你，但我会保护你们。谢谢。小哥望着面前的人，真挚的说了一声谢谢，已经够多了，比我过去几年找到的还要多。你听后也释然了。俩人对视，一切就在不言中。你明显感受到小哥的防备荡然无存。这次对话后，俩人成了可以相互交托后背的人。回到房间，吴明正从浴室出来，原本白皙的脸庞因水汽的原因变得粉红，还有些湿的短发随意的趴在头顶，看着乖巧极了。吴明看见你回来了，问道：“你去哪里了？”跟小哥聊了聊。哦，行了，快睡吧，困死了，晚上睡觉老实点哦。打扰我睡觉，小心我把你踹下去。我睡里面了。吴明边打哈欠边爬上床，倒头就睡。好，你也感受到了困意，便也躺下了。一张单人床，两人睡还是有点不舒服，好在能忍受。就在你快要入睡时，感受到旁边的人供着头枕在了你肩膀上，胳膊搂着他脖子，一条腿还搭在了你腿上。你不得不睁开眼慢慢回神，察觉到小孩头发还有些潮湿，就动用秘方的火神之力慢慢烘干，随后小心的将吴明从自己身上扒下来，替他盖好被子。另一边小哥回去的时候，吴邪已经四仰八叉的睡着了，小哥就依靠在床头上休息了。翌日清晨，吴明醒来后，发现梦里的大抱枕变成了真人。靠，昨晚我干了什么？不行，趁你还没醒快撤。小心翼翼的抽回自己的胳膊和腿，正起身准备从你身上跨过去，吴邪的声音伴随着敲门声传来：“安安，请小哥快下来吃饭了。”看你被声音吵醒，吴明瞬间不再小心翼翼，利落的下床，匆匆跑去开门。知道了，哥一会就下去。猛然开门，吴邪被吓了一跳。安安，请小哥醒了吗？一声沙哑低沉的声音从后面传来。你在吴明不知道的情况下来到他身后，哥你都快叫魂了，能不醒吗？吴明毫不留情的吐槽他哥：“臭小子，请小哥早饭已经好了，快下去吃。”吴邪瞪了他一眼，转头对着你说道：“好。”等俩人来到楼下，几人已经吃了一会，互相打声招呼就坐下吃了起来。可能是因为今天夏木的原因，吴明穿了一身黑，显得他成熟了许多，而你依旧是和昨天一样的打扮，只是衣服是新的。在几人吃完后，老板过来收拾餐具，吴三省眯着眼睛笑呵呵的问道：“老板，你们村有没有熟悉山路的？我们想上山里看看，村里多的是，等会您去问问看谁有时间就行。”那太好了。对了，老板，你们这么偏僻来的人应该不多吧？怎么想着开了店啊？偶尔会有人来旅游，总是来借宿就开了店。这不前2天还来了一群人呢，是嘛一群人？干什么的呀？难道是组团来旅游的？吴三省笑意收敛了几分，继续说到这我就不知道了。20来人看着不像旅游的。对了，还有个女领头。20来人，看来老板今年大丰收啊！哈哈，借您吉言，你们继续歇着，我先去忙哈。行，您忙着。老板走后，几人脸色凝重。三爷，这是有人先一步出发了，会不会遇上？没事，先去看看，不一定会遇上。有人探路也不错，我现在就出发，先找个领
路的。几人回屋拿上各自的包裹就出门了。正要进村找人时，昨天那个男孩巴勒上前拦住了他们。你们是要去山里吗？我可以带路。巴勒是你啊，你行吗？吴邪蹲在他面前惊奇地看着这小孩。当然行，我还知道前段时间地震，震出人头的地方怎么走呢？看见吴邪质疑他，炸毛道：有这么厉害？那就带我们去那吧，我们还没见过呢。吴三省眼神闪了闪，笑着说道：行，记得给报酬。巴勒扬扬下巴，一定。巴勒就领着众人出了村子，往山里出发。三爷靠谱吗？潘子凑到吴三省耳边小声问道。这孩子八成是猜到咱们的目的了，故意说。人骨的事他既然敢说出来，就是知道在哪里。吴三省看着前面蹦蹦跳跳的巴勒，略带赞赏的说道：哎，吴邪要是也这么机灵，我能少掉点头发。越想越来气，回头恨铁不成钢的看了看后面的吴邪。吴邪感受到自家三叔的眼神，面带不解。三叔怎么了？吴三省更气了，瞪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转身加快步伐。这小哥，三叔这是到更年期了。吴邪看三叔不理自己，觉得三叔脾气是越来越差了，拉了一下一旁的小哥问道：潘子。吴三省说话的声音虽然压低，但还是躲不开小哥的耳朵。小哥也猜到吴三省为什么生气了，但他决定还是不告诉吴邪了。2个小时后，巴勒兴奋地指着不远处的山脚，那里就是。确实，吴三省拿着望远镜看了看，确定道：好了，我要回去了，你们自己过去吧。巴勒说完伸出一只手，吴三省示意潘子，潘子上前给了他几个红票。巴勒喜滋滋地拿着钱就跑了。看巴勒离开，吴三省这才拿出一张羊皮地图，对比周围的地形，就是这里跟地图一致，太好了，终于到了。吴邪顿时坐在地上发出感慨：哥，你有点虚啊。吴明又开始逗自家哥哥，谁让他无聊呢？你给我好着呢，就是昨晚没睡好而已。吴邪连忙起身，眼神躲闪狡辩。原本无视俩人的小哥听见吴邪这话，眼神落在了他身上。我去找三叔。吴邪感受到小哥的眼神，说完就跑了，留下吴明转头抖动的双肩，明显在强忍笑意。你看着他憋得泛红的脸，眉眼微挑，混合双打。几人来到尸骨堆四处查看，这里应该是墓地外围的陪葬坑，看这数量是个大墓啊。吴三省走到尸骨堆，拿起一个人头骨细细观察。潘子走到背面，发现了许多帐篷，立刻隐藏身形。三爷这边有情况。几人查看一番后，确认是老板所说的那伙人，但营地无人，他们先一步下去了。潘子拿上家伙，吴三省很快定好位置，不一会到洞就挖好了。张起灵率先跳下，几人依次进去，入眼便是一个石砖墙，如书中剧情一样。小哥阻止大奎砸墙，用发丘纸拿出石砖，将引出。几人顺利进入墓地，迁到鲁王公墓。恭喜宿主获得金刚伞金玉，恭喜宿主获得镇灵符金刚伞金玉，一种机关伞，特殊金属铸造，伞面由一片片状似羽毛的刀片构成，轻便灵巧，可转化形态。转化形态，金刚枪可攻可守，不惧水火，百毒不侵。镇灵符可镇压生物。宿主大大，你又下墓了。你跨入墓室的瞬间，系统就出现了。哎，这不是主角团吗？宿主大大，你要小心哦。怎么了？你察觉到001的异样，停下脚步，因为宿主大大的加入，剧情可能会改变。听了001的话，你犹豫了，瞬间问出心中的担忧：如果我改变了剧情，他们会有危险吗？宿主大大放心，存在集合里，随心走。秦爵怎么不走了？无名看你在发呆，过来询问。你得到答案，因紧张而紧绷的肩膀登时放松，结束了与001的交谈，抬眼看向无名，没事走吧。无名看你神情自然，不再多说。两人快步来到众人身边，墓室中央摆放着一个棺柩，棺柩两旁有2个大鼎。三爷好多宝贝，这回发了。潘子的声音从鼎中传来，只见潘子和大奎2人正在鼎内摸物件，快下来，这是祭祀用的，你们2个想当祭品吗？吴三省大骂。潘子没当回事，笑道：三爷，潘子我又不是吓大的。大奎也嘿嘿笑了笑，没打算下来，你们2个三叔的话还不听吗？快下来！吴邪焦急地劝着。突然棺柩晃动了，声音在这空旷的环境内十分明显，众人瞬间看去，可能为了凸显自己的存在，那棺柩又晃动一下，咯咯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出，众人顺着声音看去，却发现是小哥。棺柩也不时地晃动，几人才意识到小哥在和棺柩里的东西沟通。咯咯，棺柩传出阴沉的声音，大家脸色霎时苍白，小哥也面色凝重。片刻，小哥膝盖弯曲，正要跪下，被你迅雷不及掩耳抬起。你放开手侧目看着还在剧烈晃动的棺柩，就说道：剧情你都知晓，之所以不阻止，只是想见识一下小哥是如何沟通。既然已经见识到了，这东西也就没必要留着了。小哥思索须臾，点点头表示可以。你并不是解决不了这东西，只是有些棘手而已，但加上你就没什么问题了。棺柩里的东西被击落，晃动得更剧烈，咯咯的声音不断发出，表示着不满。吴三省连忙冲潘子他们喊道：你们2个还不赶紧下来找死啊！潘子2人回过神，连滚带爬从顶上下来。就在2人下来的一刹，棺柩就4分5裂，浑身是血皮开肉绽的身影爬出，发出吼叫：你们先走！话音未落，你就轻身而上，双刀拔出劈向血尸，小哥紧随其后。如见离弦，手起刀落，2人配合默契，血尸明显处于下风。吴邪拽着无名几人跑向墓室后面的甬道，甬道通向另一个墓室，墓室很是开阔，入眼便是7口棺材。几人看有段距离了，就停下脚步环顾四周。吴邪回首，有些担忧地说道：安安，你说小哥他们没事吧？没事，他们很厉害，2人联手一定没事。无名也有些担忧，但还是选择相信。吴邪听后放心了许多，转头看向墓室，怎么有这么多棺材？吴邪边说边走向那7口棺材。快来，这有个棺材被打开了。潘子立刻上前，还是个外国人，这应该就是7星一棺，只有一个是真的。这外国佬就是开错了棺，丧了命。吴三省在一旁解释道：三叔，那他怎么进棺材里了？无名在一旁问道。仔细看他下面，无名掀开外国佬衣服的一角，发现他下面还有个尸体，这就是黑毛粽子。只见那尸体发黑，长满黑毛，紧紧抓着外国佬的身体，都不要乱动，这地危险。这时潘子发现棺柩附近有许多子弹壳，弯腰拿起一个查看。三爷，这是国外的新型冲锋枪的子弹，前面那伙人枪械不少，小心点。吴三省神色凝重地嘱咐道。就在几人小心翼翼观察四周时，潘子发现了异样，地上的影子多了一个圆滚的身形，头颅巨大。潘子抬手就是一枪打向怪物的头颅，靠怎么乱开枪啊？只是怪物发出了人声。潘子打
打中的不是头颅，而是瓷瓶。那多出的影子是个人，不是怪物。其他人也意识到有外人在附近，刚才谈论时没有发觉。别开枪，别开枪，同行出来！潘子又向那人附近开了一枪，咔嚓！那人躲闪的时候撞到了棺材，棺材被移动了位置。哎呦喂，老子的腰啊！说了别开枪，别开枪！那人暴露在众人面前，是个胖子，揉着腰，嘴上抱怨着，但几人没有理会他，而是警惕地盯着7个棺材。潘子手里的枪也冲向了棺材。就在胖子喋喋不休的时候，他旁边棺材的棺盖被拍飞，全身黑毛的粽子坐起身子扑向了他。小心！吴邪连忙提醒有些搞不清情况的胖子。啊！胖子连忙弯腰避开，滚向一旁，爬起来奔逃。其他棺材也相继冒出粽子，众人四处逃窜。还在与血尸战斗的2人听见枪声，落下的刀越发狠厉。原本苦苦支撑的血尸招架不住，行动迟缓。小哥抵住他的脖颈，砸向墙壁，你一跃而上，将刀插进头颅。小哥随即将脖颈砍断，结束战斗。2人微喘有些凌乱，身上只有一些抓伤。血尸有毒，但对于有血脉的2人根本不是问题。你抹了一把刀上的血迹，插回刀鞘，我去找他们。你知道小哥还有事要做，决定先行离开。看小哥点头，你当即风驰云走，神色焦急，也不知道无名怎么样了。瞎子恶灵漆黑的甬道里，一男子靠坐着墙壁，身穿皮衣，戴着黑色眼镜。虽然看不见他的眼睛，但仅从其他五官就能看出此人的英俊。只是他此时的情况并不好，原本英俊的脸庞异常惨白，布满汗水，牙关紧闭粗喘着，一手持匕首，一手握手枪，衣服上尽是血渍，看样子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。突然他坐直身体，抬起手枪指向远处的石门，神色紧张，刚刚虚弱的状态荡然无存。砰！就在石门处显现一个身影的瞬间，抬手一枪，只见那人敏捷地躲开了。在他要打第2枪时，那人已经来到他身边，反手抵住他的双手，随即开口道：瞎子。黑瞎子从刚刚的交手就知道此人身手不比他差，想杀他早杀了，神情微微放松，但依旧没有显露身体的虚弱。感受到对方身上没有恶意，示意他放手，恢复成平常的样子，贱兮兮地笑着说道：哟，瞎子的名号这么响亮了吗？小帅哥您谁啊？你通过感应木之源，在找无名的路上察觉到此处的异样，以为是无名。他虽然能感应木之源，但只能感应到大致位置，或原来是青叶啊！久仰久仰。黑瞎子也从记忆里找到了青叶的信息，双手抱拳恭维道：你放开束缚黑瞎子的手，从怀里拿出疗伤丹递给他，叫我名字就行。疗伤的。黑瞎子接过去并没有吃，笑道谢了。看黑瞎子脸色苍白，隐忍着什么的样子，你思索着，以瞎子的本事不可能受这么重的伤，难道是因为他背后那个东西？黑瞎子此时忍受着双目的剧痛，也在心里暗骂什么时候发作不好。非在他大战鼠群的时候，黑瞎子跟吴三省他们密会分开后，倒霉催的碰到了不知道被谁激怒的吃人鼠群，以他的身手想甩开很容易，但碰上并发才变成这个样子。感受到黑瞎子背后的东西，你眉头皱起，询问正在看狗血家庭伦理剧的系统，瞎子背后的是什么？宿主大大，那是恶灵，你刚获得的镇灵符就能镇压它。镇压有办法去除吗？有的需要找到圣洁之花，圣洁之花是可以驱逐恶灵的天才地宝，只是想要得到有些难度。我知道了，你结束对话，又从怀里拿出镇灵符递给黑瞎子，这个对你身后的东西有用，这么厉害啊？还确实管用。黑瞎子立马接过，感受到肩背上恶灵的痛苦，双目不再疼痛，立刻亲了亲镇灵符，宝贝似的收起来。刚刚你就发现你能察觉到他身上的恶灵，你是第2个察觉到的，第1个当然是北雅小哥。随后站起身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笑嘻嘻的冲着你说道：晴子吃青椒肉丝盒饭吗？给你打5折，只要250。你被这称呼雷到了。察觉到瞎子态度改变，不客气的说道：疗伤丹1万，镇灵符10万。黑瞎子立马转身抬头向上转移话题，今儿天气真好啊！你一脸黑线，算是见识到黑瞎子的厚脸皮了。就在气氛尴尬时，不远处传来几声枪响，我还有事，你小心点。话落人已经不见了，留下黑瞎子望着你离开的方向，嘴角发出轻微的笑声，随后拿出疗伤丹倒出几粒吃下肚里。枪声传来的地方，2人正在拌嘴。死胖子，要不是你引来鼠群，我们至于这么惨吗？潘子咬牙切齿，胖子一铲拍死一个老鼠，扭头冲潘子吼道：靠，还不是你乱开枪？你可真是猪八戒耍把式，倒打一耙行吗？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快想办法。吴邪这个和事佬出声缓解。潘子不再出声，专心注意脚下。胖子嘿嘿笑道：我今天真的不跟你吵。你顺着枪声来到一个墓室，只是这个墓室是一个深坑，坑里满是尸骨。吴邪和无名在逃避黑毛粽子的时候，脚下踩进一个密道，掉入这里，在另一个密道入口处碰见了潘子，随后遇到尸鳖群，原本几人还能应付，胖子又带着鼠群出现，潘子、胖子、吴邪和无名几人围在一起，手拿武器，很是狼狈，脚下围满吃人鼠和大型尸鳖。无名一个躲闪不及，一只吃人鼠落在了他小腿上，正要张开血口时，你甩出匕首插进他的身体，将他钉在地上。无名抬眼就看见了你，兴奋地喊道：秦小哥。吴邪也一脸开心，顾小兄弟。潘子也是眼睛一亮，胖子看众人的反应，好奇地打量着你，到我身后，你拔出双刀开路，跟紧我。有了你的加入，几人明显轻松了许多。不久入口处又出现一人的身影，小哥吴邪眼尖，一眼就认出小哥。小哥看几人处境没有多说，一跃而下给他们断后。很快几人就爬出坑，顺着密道甩开鼠群和尸鳖。打头的你在听不见鼠群和尸鳖的声音后，停下脚步，将双刀收起。可以了，休息一会。听了你的话，吴邪几人立刻席地而坐，胖子更是毫无形象地瘫在地上。死胖爷我了，这老鼠和尸鳖怎么这么大？一个个跟足球似的，不是老鼠五毒鼠。你打量了一下胖子回道，随后来到无名身边，这个有毒，你被咬到了吗？一听有毒，几人赶紧看看有没有受伤。好在你来得及时，并没有人受伤。没有，幸亏你来得及时。无名眉眼带笑，怎么不叫我？无名抬高声音掩盖心虚，其实是他根本没想起来，不用听见能感受到，木之源的感应会增强，你能更快地找到他们。无名明显不相信，但还是点点头。小哥，秦小哥，你们没事吧？那个血尸呢？确定几人都无碍后，吴邪开始按耐不住了。小哥摇了摇头，并没有想说话的意思。你只好开口道：解决了。小帅哥在下王胖子，你叫我胖子就行。还有这位不说话的小哥，
哥，多谢两位出手相救。胖子等几人聊完，乐呵呵地冲着俩人说道：“你这是小哥。”几人算是认识了。休整片刻，众人起身准备出发。小兄弟这个密道跟迷宫似的，我走了好久都没走出去。潘子眉头紧锁，很是苦恼。小哥走到前头，跟着小哥七扭八拐，终于在前方看见了亮光。几人大喜。潘子，我告诉你啊，胖爷我可是喜欢软娇娇的妹子，摸胖爷我的屁股可不准乱摸。就在众人急速向出口前进的过程中，胖子对身后的潘子说道：“去你的，你那硬邦邦的屁股谁乐意摸？摸了还不承认，天真！你看看他什么人呢？”吴邪看俩人都要打起来了，连忙阻止。胖子少说几句。小哥察觉到了异样，别说话。众人噤声，但并未发现什么。你还摸我？胖子叫着：“什么东西啊？小哥救我！”胖子不知被什么东西从出口拽出，吴邪还没来得及阻止，也被拽出去了。小哥赶紧追过去。几人走出洞口，就发现没路了。洞口开在崖壁上，两侧布满藤条，不远处有棵大树，树上缠绕着藤蔓，树下有个石台，而胖子和吴邪被藤蔓缠绕着，悬在空中不断挣扎。藤蔓感受到活物的气息，挥舞得更加剧烈。这是鬼藤快往身上抹墙上的粉末，你这才认出这是什么，连忙出声提醒。吴邪和胖子还在惨叫，小哥踏脚一跃，持刀砍断胖子的鬼藤，随后落在树干，借力腾空砍断吴邪的鬼藤，伴随着胖子的惨叫环住吴邪的腰，双腿一屈平稳地落在石台上。吴邪缓过神，放开搂着小哥的手站起身。小哥谢了。小哥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你几人也来到了石台上，哥你没事吧？见几人围了过来，吴邪赶紧说了声没事。胖子经过自由落体，摔在了两具尸体中央，艰难的起身就看见了这个温馨的场景，不由得心酸。你们有没有人关心下胖爷啊？天真你是当了刺秋千，我可是飞机坠机啊，疼死胖爷我了。甚至唱了起来，小白菜啊地里黄啊。人这才想起还有一位。潘子看他坐在一对夫妻中间调侃起来，胖爷这是在闹洞房啊，还是抢新娘啊？胖子瞪了一眼幸灾乐祸的潘子，你递给胖子一瓶疗伤丹，上前将尸体脸上戴的青眼狐面具拿下，又从尸体穿戴的腰带上取出那枚麒麟结，褐色的药片能解百毒，你看了看就扔给了吴邪。原文就是吴邪吃了，对于没有危险的事情他不想过多干涉。吴邪手忙脚乱的结果疑惑道：“秦小哥，这是什么麒麟结？”吴邪还没来得及问什么是麒麟结，不知什么时候赶来的吴三省抓起麒麟结就塞进了他嘴里。三叔你干什么？很明显麒麟结的味道并不好。吴邪干呕着眼泛泪光。吴三省也知道自己有点急了，尴尬的摸摸鼻子，什么干什么？秦小兄弟给你就吃呗，麒麟结解百毒。一旁的小哥出声解了吴邪的疑惑。虽然小哥也疑惑你为什么选择给吴邪，但对于吴邪入局总是好的。听后吴邪也知道自己得了好东西。胖子走南闯北多年，自然知道麒麟结的珍贵，凑到你面前，下次有啥好东西给胖爷留个呗。你低头看了看胖子喜庆的模样，不由得嘴角勾起。说起胖子那真是最讲义气的，对吴邪小哥无微不至，被读者称为胖妈妈，在铁三角中担当奶妈的角色。你当初也不得不羡慕吴邪小哥有这么个好兄弟。无名目光闪了闪，看了一眼你，转过头看向别处。另一边吴三省很快发现了尸体内的机关，得到了装有蛇眉铜鱼的盒子。几人正在四处观察时，一女子持枪踉跄从密道出现。女子身材火辣，容貌美艳，但身上沾满血迹，很是狼狈。女子脸带惊慌，不时回头张望。女子见到众人开口求救，只是语气并不像是在求人。救我！吴邪最先看不过去，上前扶住他，带他来到石台上。原本还很虚弱的女子反手勒住吴邪的脖子，将枪抵在他头顶。吴邪，你这臭娘们怎么还恩将仇报呢？快放了天真！胖子怒目望着他，小哥也瞬间绷紧身体，做出攻击状态，冷眼看着那女子。女子直了直身子，侧目看了一眼吴邪，开口道：“我是阿宁，吴邪我不会伤害他，只要你们能救我的手下。他中毒太深，救不了。”原本话少的小哥瞥了一眼那不人不鬼的男子，冷声道：“不，他还有救，他刚刚还在保护我。”阿宁疯狂摇头，又紧勒住吴邪的手，眼睛直视小哥嘶喊：“你救他，我要你的心头血！”此话一出，众人脸色大变，你更是目光冷冽，快点！小哥沉默了片刻，跟潘子要了匕首，脱下上衣袒露胸膛，将匕首抵在心口。不要小哥！吴邪红着脖子吼道。趁阿宁注意力在小哥身上，你甩出匕首割伤阿宁握着手枪的手。小哥瞬间跨步上前，将吴邪拉到身边护在身后。吴明先一步抬腿一脚踹飞阿宁，阿宁倒地不起，口吐鲜血。感动我哥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吴邪稳住心神后开口：“安安算了，你拉住吴明。”吴明看吴邪没事才止住手，但依旧很生气，独自一人走到角落生闷气。胖子将甩在一旁的手枪拾起，防止阿宁还有阴招。吴邪转头对一旁的小哥训斥道：“小哥，心头血能随便取的吗？看小哥心口处只有一点刀印。”又嘱咐到下次不许这样。小哥神色平静的解释：“有情觉没事。”虽然这解释不明不白，但吴邪还是懂了小哥的意思，意思是二人眼神示意将计就计，相互配合救的他，并不是真的要取心头血，只是做样子。吴邪没有说话，片刻后小声说道：“小哥，我想放过他。”没事。小哥知道他的意图，温柔的安抚道。另一边阿宁还在求着众人救那男子，你单腿蹲在他面前，平静的望着他开口：“我只有解毒的药，只能保证他还有意识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。”阿宁原本暗淡的眼眸燃起微光，给你也可以，但只有这一次。你顿了顿，随后轻轻吐出几个字，轻的只有他们二人听到：“下次杀了你。”平静的声音传入耳朵，却让阿宁浑身一颤。这句话也同样带你的老板。说完不顾阿宁震惊的眼神，将从001那得到的解毒丹扔给他，转身去哄还在生闷气的小孩。见此事就这样结束了，胖子几人都不满意，可大佬们都发话，便也不再追究，只是眼神时不时落在阿宁身上，提防他还有动作。阿宁艰难起身，将要喂给被打昏过去的男子，尽可能的降低存在感。众人都在休息，胖子也打算坐下休息，却一屁股坐在什么东西上，伴随的是大树中间发出巨响，一个棺椁被缓缓推出。胖子眼冒金光，这还藏着个师兄。众人聚在棺椁旁，开棺看见了棺里尸体。胖爷要是没走眼，这是玉庸吧？胖子心中早有答案，却还是忍不住向其他人确认是玉庸没错。吴三省给出肯定的回答。
发了。众人喜出望外，没人注意到那尸体突然吸进一口气。